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要给大家讲另一个知识点啊，第9个知识点，给大家讲讲通径。什么叫做通径呢？我们先看定义，过椭圆的一个交点与长轴垂直的那段线，我们就把它叫做通径。好，我依然以焦点在 x 轴的椭圆为例啊，焦点在 x 轴的椭圆，它的方程x 方比 a 方加上 y 方比 b 方是等于1的。迅速的勾勒出椭圆的草图，这是左焦点 F1， 坐标是负西斗0，这是右焦点 F2， 坐标是西斗0。那么它是过椭圆的一个焦点，过谁都行。比如说我过 F2， 做一条垂直于长轴的直线，这是长轴啊，这都是我们讲过的椭圆的几何性质。它过焦点 F2 做长轴的垂直于长轴的一条直线，被椭圆截得的这段线 P1、P2， 我们就把它叫做通径。那么通径的长度怎么去求呢？由于椭圆具有对称性，所以我们知道 P1F2 它和 P2F2 是相等的。点 P 的横坐标呢，它也是西，纵坐标设为 y0。我只要把点 P1 的纵坐标求出来，就求出来了 P1F2，2倍的它就是这段线段的长，也就是通径的值。所以点 P 在椭圆上，这是几何特征。你在椭圆上，你的坐标满足椭圆的方程，所以我把点 P 的坐标带到椭圆方程当中。西的平方比上 a 方加上 y0 的平方比上 b 方是等于1的，所以 y0 的平方比上 b 方等于，把它移过去1减去 a 方分之西方。它等于 a 方分之 a 方减西方，在椭圆当中 a 老大 ，a 方减西方，我们得到的是 b 方。所以呢 y0 的平方啊，我去分母，所以 y0 的平方就等于 a 方分之 b 的4次方。由于我取的这个点 P1 它是落在第一象限的，显然它的纵坐标是正的，所以我在开方的时候，我就直接取算术根 a 分之 b 方。y0 的这个值就代表 P1F2 的这段距离，那么通径呢是 P1P2 是2倍的它，所以通径的长度我们就知道它应该等于a 分之2b 的平方啊，它应该等于 a 分之2b 的平方。那当我做到这儿的时候，有些聪明的孩子，他一定又多想了一步，他就说：“老师，你现在做的是焦点在 x 轴的椭圆，你经过焦点啊，你这个做垂直于长轴的直线。那如果我焦点在 y 轴呢，我是不是能够得到同样的结论呢？”尝试一下，有任何疑问我们都要当即解决。你把一切知识都弄得特别清楚，在学习的时候学得特别透彻，那么你在做题应用知识点的时候，你就会毫不犹豫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再研究一下，如果焦点在 y 轴，那方程变了呀，它是 y 方比 a 方加上 x 方比 b 方等于1的，方程变了，图也变了。那上边的这个焦点是 F1， 下边的这个焦点是 F2， 随便，它的坐标是0斗西啊，我经过它做垂直于长轴，这个依然是长轴。做垂直于长轴的直线，被椭圆截得一段线段，它叫做通径。那么它的长，你看，我们是平行于 x 轴的直线，所以 F1 的
纵坐标和 F2 的纵坐标是相同的，横坐标我设为 x0，纵坐标是 c。点 P2它具备几何特征？它是椭圆上的点，既然点在椭圆上，坐标就满足椭圆的方程，所以呢 y 是 c 方除以 a 方加上 x0的平方除以 b 方是等于1的 x0的平方比上 b 方就等于1减去 a 方分之 c 方，它等于 a 方分之 a 方减 c 方，在椭圆当中 a 老大 ，a 方减 c 方是 b 方，所以 x0的平方呢，它等于 a 方分之 b 的4次方。由于我取的这个 P2呢，它是落在第一象限的，所以它的 x0是个正数 ，x0它等于 a 分之 b 方。那么椭圆是关于 y 轴对称的，当然也关于 x 轴对称，它是坐标轴都是它的对称轴，所以 x0的2倍就是通径的长。我们有没有发现，无论焦点在 x 轴还是焦点在 y 轴，通径的长都是 a 分之2b 方。那老师，焦点你取这个，你那个点取的是点 P1呢，一样啊，因为我求的是距离呀。所以呢，当它的坐标是负的时候，我要求距离，给它加个绝对值，所以它取在哪里无所谓。所以无论焦点在 x 轴还是焦点在 y 轴，通径的长一定都是 a 分之2b 方，这个结论我们要记住。那我知道通径的这个概念了，通径的长我也知道了，下面我们就做一个题，消化一下这个知识点。大家看下边的这个例题，下边的这个题是 F1、F2 是椭圆的2个焦点，过焦点 F1与长轴，它没有说焦点是在哪个轴的椭圆，那我就默认为它是焦点在 x 轴的，所以迅速的画一个草图。焦点在 x 轴的椭圆，这是左焦点 F1， 我经过 F1 做垂直于长轴，这是长轴，做垂直于长轴的直线，和椭圆交于 A、B 2个点，另一个焦点呢，它是 F2， 三角形 ABF2， 这是 ABF2， 那显然是等腰啊，因为椭圆具有对称性吗？它既关于 y 轴对称，也关于 x 轴对称。它关于 x 轴对称，所以 AF2 是等于 BF2 的。他说这个三角形不但是等腰，而且是等腰直角。那谁能做直角顶点呢？ A 显然是不能的，一定是 F2 做直角顶点。虽然我这个图画的有点不太像，因为我们是边读题边画图。到这儿我们才知道它是直角的，那它就是直角，这是等腰直角。然后让我求离心率，那这个时候我是怎么想呢？你让我求啥，我就表达啥。求离心率，我就表达离心率。离心率等于什么呀？当然是等于 c 比 a 了。它还有另一个是根号下 c 方比 a 方。在椭圆当中 ，a 老大 c 方可以转化成 a 方减 b 方。然后分离常数 a 方分之 a 方就是1，然后减去 a 方分之 b 方。要么呢，我就得到 c 的值 a 的值，要么我就得到 c 和 a 的关系式。比如说3c 等于2a， 我也能够求出 c 和 a 的比值。要么呢，我就找到 a 方 b 方 c 方的方程。所以呢，这两个都可以，找谁都行。那么现在最急迫的是找啥？是找等式。AB 是垂直于经过点 F， 垂直于 x 轴的，所以 AB 呢，它的身份是通径 ，AF1 呢，它是半个通径，通径的长是 a 分之2b 方，半个通径的长就是 a 分之 b 方 ，AF1 它是 a 分之 b 方。由于你是等腰直角三角形，那么直角三角形斜边上的中线AB 是斜边呢，斜边上的中线就是 F2、F1 呀。
直角三角形斜边上的纵线等于斜边的一半，所以 F1、F2 它是2c，于是我们就得到 a 分之 b 方它是等于2c的。推出 b 方等于2ac，看来我要用 c 比 a 的式子，所以 b 方等于啥呢 ？b 方是 a 方减 c 方，我得到了一个等式，关于 a 和 c 的等式。2次2次，1次乘以1次是2次，所以呢，我们把它叫做齐次式，都是2次，次数整齐，它叫齐次式。我要求的是 c 比 a。所以 a 在分母，每一项左右两边同除 a 方得，这项除以 a 方拿出来一个 a 约掉了，分母还剩下一个 a，c 比 a 就是 e， 它除以 a 方是1，c 方除以 a 方那是 e 的平方，于是降幂排列 e 方减加 2e 减1等于0。下边就好做了，求根公式它没有办法实质相乘，我们求根公式就可以求出 e 的值 ，e 等于2a 分之负 b 加减根号下 b 方减去4ac 呢加4，所以2得8，开除了一个2和它约掉了，变成负1加减根号2。作为椭圆，它的离心率是有范围的，它是大于0小于1的，这是椭圆的离心率，我们早就研究过了，大于0小于1，所以负1减根号2显然就不能要了，那只能要谁呢 ？e 只能等于负1加根号2。好，我们就把离心率求出来。你看，在这里边我用了一个通径。